美国大兵在海面上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，一艘轮船正在悄悄靠近，但雷达上却没有任何显示。由于情况过于诡异，队长立即命令通讯兵进行敌我识别。可无论拉希怎么呼叫，对方始终都没有应答。小黑猜测这很可能是前来轮换的船只，但队长却果断地按下警报按钮，通知光头到甲板待命。尽管满心疑惑，士兵们还是遵照命令调准炮口。不明船只还在持续靠近，几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他们已经在这座兵站驻守了2年，由于常年遭受特级风暴的洗礼，哨塔早已变得残破不堪，反应堆也在巨大的海啸中发生了轻微的泄漏。几人只好每周进行一次典狱来抵消辐射，但更让他们头疼的还不是这个。风暴卷走了所有的补给，他们只能靠着限量版的臭鱼度日。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，现在好不容易出现一艘船，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抓住这次机会。于是队长掏出配枪，命令小黑独自一人前去侦查。小黑心中顿时跑过1万个草泥马，尽管十分的不情愿，可哨塔只有他们4个人，拉希负责通讯，光头负责打炮，想想也只能是自己能去，总不能指望队长他老人家亲自涉险。然而随着他离那艘船越来越近，诡异的气氛也愈发浓烈。虽然船体伤痕累累、锈迹斑斑，但却依然平稳地航行在海面上。可小黑巡视了一圈，却没有看到一个船员。眼见无人应答，小黑只好硬着头皮登上甲板，因为这是他们离开的唯一希望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小黑关闭了步话机。然而船上的情况却让他彻底傻了眼。茶杯上布满的蜘蛛网表明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幽灵船，可从船舱内叠放整齐的4套军服来看，这无疑就是友军前来换岗的船只。但所有人却都凭空消失了，好在食物补给全都还在。几月不食烟火的小黑立即大口躲逸起来，殊不知队长因为迟迟没有得到回应，猜测小黑已经遭遇不测。这种情况只有摧毁对方船只，可由于距离已经超出火炮射程，他们只能动用那个终极武器，这需要自己和拉希的2把钥匙同时启动。拉希显然不同意队长的决定，但他知道违抗军令的下场，犹豫片刻也只能交了出来。队长插入2把钥匙启动了电脑程序，不多时就拿到了随机发射密码。此时拉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队长无情的驳回。不过他在最后确认前还是再次联系了小黑。正享用美食的小黑终于响起汇报 No one here. All clear. 收到回应后，所有人都长长松了口气。随后小黑用快艇将货船拖了回来。然而关闭核武的队长却并没有将钥匙还给拉希，他提出抗议，却被其以情况不明朗为由再度驳回。光头作为哨塔首席技师，发现这艘幽灵船的引擎至少已经报废了几个月，那他又是从哪里飘过来的呢？船上有充足的食物，可船员却全都凭空消失了。为了搞清楚状况，队长下载了船上的航海日志，然后拿出海图，根据坐标一点一点地描绘出了货船的航行轨迹。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另一边光头也没有闲着，他连夜上船继续检查损坏的发动机，结果却被小黑逮了个正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说出自己的发现。原来这艘船的引擎是可以修复的，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兴奋的小黑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熟睡中的拉希，两人早已在枯燥的岁月中日久生情。小黑幻想着回到大陆的美好生活，可拉希却提不起一点兴趣，因为他知道队长一定不会同意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又迫不及待地开始动工。果然，光头的技术真不是盖的，货船的引擎成功被他修复。可当两人兴奋地走出来时，却被早已等在甲板的队长堵了个正着。他不但不同意众人离开，反而命令光头拆下所有部件，因为在接替他们的士兵到来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。然而2年的期限他们早已服满，如果不赶在下一场风暴来临之前离开，那么这艘好不容易捕获的货船势必会被海啸冲走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正在两人商量着是否来场兵变的时候，队长居然带着拉希出现在眼前。经过慎重考虑，他决定兵分2路，平台至少需要2人才能运转，因此队长让小黑和光头回去寻找救援，而自愿留下的拉希就陪自己继续等待接替的士兵。小黑很不理解，他找到拉希，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跟自己回去，没想到拉希却说 I don't love you, Sullivan. That's what you want to hear. You're a human necessity. 小黑彻底无语，随即伤心的离开。然而就在两人打包行李的时候，哨塔却再次响起刺耳的警报声。原来雷达又探测到一艘不明船只，由于这次距离比较近，队长命令直接用火炮击沉。Fire! Miss. Reload. Left 2. Up 1. Up? It's heading away. 小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赶忙跑到船坞下查看，果然那艘货船早已不见踪影。而现在他们攻击的目标正是离开这里的唯一希望。看来是队长想彻底断了他们离开的念头，才故意松开缆绳让货船飘走。得知真相的光头再也忍受不住，即使面对枪口也毫不退缩。谁知队长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，见状小黑只好执行命令，将炮口对准了那艘货船。随着一声炮响，远处的海面上立刻闪现出耀眼的火花，眼看回到大陆的希望彻底破灭。
光头无视警告，准备和队长拼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拉西用灭火器将队长拍晕了过去，随后几人将他关进了储藏室，而核武的2把钥匙也再次回到拉西手中。光头想就此干掉他，永绝后患，但却被小黑拦了下来。他不明白队长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队长却说他也是迫不得已，因为从货船的航行轨迹来看，对方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抵达预定地点，只是不知为什么在离哨塔16公里的地方就突然改变了航线。他怀疑是有人故意改变了哨塔的坐标，为了防止核武落入敌方手中，只有炸掉那艘货船。可不管他如何解释，小黑依然不肯相信他的鬼话。然而此时光头已经趁着酒劲掐住了拉西的脖子，虽然拉西拼死反抗，但最终还是被他趁乱抢走了2把密钥。他来到主控室，准备启动核武炸掉哨塔，显然他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所有希望。小黑闻讯赶来，劝光头不要冲动，在输入密码的最后1秒，光头却停了下来。就在拉西收回钥匙的同时，小黑却惊奇地发现，队长居然跳窗跑了。可这茫茫大海，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为了防止他回来报复，小黑来到队长的房间寻找线索。果然在他桌上发现了记录的航海坐标。当看到了地图上那艘货船的行进路线后，小黑立即意识到队长说的可能是真的。很快新的风暴就要到来，同时海面上也被吹来大量垃圾，这也是他们几个月来获取生活用品的唯一途径。光头和拉西2人去打捞物资，而小黑则留在哨塔，利用绞索看能否抓到1、2条大鱼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渔网里竟然出现一条手臂。他用力将尸体拉出水面，却赫然发现那竟然是失踪了的队长，脑门上的弹孔让人触目惊心。看来队长一定是被内奸杀人灭口。回想起光头之前的反常举动，断定他一定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敌方特工。可这样一来，拉西就危险了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小黑立即来到档案室，这才知道光头原来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狂躁症。可因为其高超的修理技术，即使审核未通过也被破格录用。小黑看得脊背发凉，他立即来到甲板瞭望，果然返回的小船上只剩下1个人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回来的居然是前女友拉西。尽管拉西的演技无可挑剔，但小黑心中似乎已经有了答案。他再次查看了队长的笔记本，翻到3个月前补给船出事的日期，随后又找到了当天的值班记录。当晚的值班人员正是拉西。经过整晚惨烈的战斗，小黑凭借高超的技巧拿到了2把密钥。得出动态密码后，小黑启动了自毁程序。拉西眼看事情败露，也只好说出实情。原来他曾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可由于战争，父母跟哥哥全都死于非命。为了复仇，他主动请缨到哨站执勤，在雷达上发现补给船的踪迹后，拆下了发射哨塔位置的信标装置，将对方骗离了正常航线。对方还以为拉西是前来接应的哨兵，谁知迎接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子弹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留在哨塔伺机夺取核武的控制权。当他得知队长可能已经发现自己的计划后，连夜松开补给船，嫁祸给队长。在拿到2把钥匙的同时，队长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。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小黑识破，功亏一篑。此时自毁程序已经接近尾声，可意料中的大爆炸却没有发生。原来不知何时光头已经篡改了程序，而且一旦引爆核弹，其爆炸所引发的海啸将会毁灭整个人类世界，所以他将启动程序彻底消除。但兵站失去震慑作用的同时，也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，所以下一波来的不管是哪方面的势力，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其中的秘密。因此2人决定勉为其难地生活在了一起。